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位。那么上期视频的这个反响不错啊，那么我也会应大家要求把这个系列做下去的。但这个系列的剪辑量比较大，所以可能更的不会那么勤，也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我会为大家带来5款 VU 上不错的游戏。那么现在视频开始。好的，那么本期第一款游戏是任天堂第一方 IP 星之卡比的衍生作品《触摸卡比超级彩虹》。本作从 NDS 上的初代一直到超级彩虹，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游戏水准。而本作相较于前作更改了画风，游戏中所有场景都是由任天堂第一方实体捏造出来的，以定格动画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游戏的玩法依旧是利用 VU 的触控模式，使用触控笔搭到桥梁，点击卡比让卡比前行，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完成一场又一场的冒险。与任天堂自家大多数游戏一样，本作也是秉承任天堂一贯的易上手难精通的特性，在本作想要获得全收集可并不容易。本作有着较大的地图、丰富的收集要素、不错的敌人构造，配合上游戏别具一格的玩法，让本作的实际游玩体验十分舒适。本作不失难度，但又轻松休闲，再加上粘土手工的可爱画风，让本作也是成为了典型的任天堂老少皆宜的游戏。不过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像卡比这样的可爱角色，这个角色本身就代表着它比较偏女性向，所以它的受众可能不是这么全面。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独特的幼稚画风，以及卡比这个圆圆的粉色恶魔。本作VU平台独占，如果你恰巧很喜欢卡比，又恰巧你的手边有一台 VU， 那么不妨就赶快来试试这一作。当你真正上手本作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相信我，它真的非常值得一玩。那么这边也是给出了0到10分，不知道各位观众老爷们觉得这款触摸卡比超级彩虹到底如何呢？请在弹幕中打出你对它的看法，还有你的分数，以便大家来作为参考。本期第2款游戏，任天堂第一方在 VU 平台首发的《超级马里奥赛车8》。那么本作也是已经登陆 Switch 平台，并且迎来了 DX 版。如果你的手头如果没有 Switch， 只有 VU 的话，那也不妨来试一试本作。本作从 GBA 平台的初代一路发展至今，在道具赛车这领域，马里奥赛车一直稳居榜首。游戏的玩法很简单，除去最普通的竞速，本作最有意思的依旧是随机的道具。在赛道中会随机分布一些道具，失去道具后便可以使用它逆转战局。不过要注意，排名越前，道具就会越弱。相对的，如果你是最后一名，很有可能可以通过几发道具直接夺得第1名的宝座。本作的 VU 版可以通过 VU 现在的完美破解进行免费的联机服务，并且 VU 平台的本作在线模式依旧是人来人往，基本不会出现匹配时间过长的情况。游戏中可选角色较多，车辆改造也较为丰富，角色性能、车辆性能都会影响你的发挥。不过最核心的还是要看个人的技术以及你的运气。由于道具的随机性较大，以至于马车8每一局都会有不同的体验，而且时不时的会有很大的惊喜。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本作依旧是易上手难精通，在多人模式中，如果遇到了技术的绝对碾压，游戏也同样会变得非常吃力。不过任天堂游戏的精髓也就是在这里，把一个简单易上手的游戏放在这里，但是它的上限却非常高。如果在网站中想每次都获得第一，还是非常有难度的。不过你的手头如果没有 VU 也没有 Switch， 那么这边还可以推荐你去玩一下 3DS 上的超级马里奥赛车7，同样也是联机服务免费，而且高手如云，匹配时间也不会过长。那么这边也是同样的给出了0到10分，不知道大家对超级马里奥赛车8原版又是怎样的看法和见解，以及会给它打出多少的分数呢？也是请大家把打出的分数发在弹幕里，以便我以及各位观众进行参考。本期第3款游戏依旧是来自任天堂第一方的任天堂全明星大乱斗 VU-3DS。那么本作也是 VU 和 3DS 互通的版本，两者唯一不同的便是画质。角色数量、游戏内容、场景布局等完全相同。为什么会推荐本作呢？那么我也是经过了统计，发现大家拥有 Switch 的人并不多，但手头有 3DS 的却大有人在。那么这款游戏同样也是 3DS 游戏推荐。本作是除了任天堂全屏大乱斗特别版以外，角色最丰富的一作，并且建模质量较高，游戏内容比较丰富。最重要的还是支持 VU 以及 3DS 的跨平台联机，最高支持8人乱斗，很适合与朋友游玩。任天堂全明星大乱斗的卖点便是基本全部的任天堂第一方角色以及各种第3方游戏的主角进行大乱斗，游戏对角色的还原十分到位，基本每个角色都会将其的名场面以及招牌动作全部还原，甚至连每个角色都有对应的场景会在战斗中不断变化，场上随机出现的道具也会逆转战局。你甚至可以用随机出现精灵球召唤出宝可梦的神兽或者其他宝可梦，也可以通过人物召唤道具随机的叫出各种第3方以及第1方游戏的配角。这些被召唤出来的道具角色也有非常优秀的能力还原，道具具体使用可以看到我上面的实际演示。本作角色也相当丰富，并且有了最终幻想7我很喜欢的角色克劳德的加入。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你刚好没有去购买 Switch 版的任天堂全明星大乱斗特别版，那么本作将会是不错的替代品。那么这边依旧是0到10分，
不知道你会给这款任天堂全明星大乱斗 VU 杠 3DS 打出多少的得分呢？同样也是希望你把你的吐槽打在弹幕上，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期第4款游戏《生化危机启示录 HD》，本作是 3DS 上的《生化危机启示录》的高清重制版，画面与帧数全面升级，让游戏有了全新的体验。而且由于有了 VU Pad 的加持，你也同样可以体验到 3DS 版的上下分屏、上屏打游戏、下屏看地图的设计。本作的环境光影得到了强化，让游戏渲染出的恐怖氛围比 3DS 上的更加真实。而且本作把射击视角从 3DS 上第一人称射击改为了第三人称越肩式射击，大大减少了游戏射击的割裂感，让玩家的游戏体验变得更加优秀。本作的画面以及帧数在 VU 上属于上乘品质，某些功能也支持 Pad 的触摸操作。不过我在这里还是给出我自己的意见，就我个人的使用体验，使用 Pad 玩本作，操作手感只能用稀烂来形容。虽然可以使用 Pad 第二屏幕来看地图，但是这严重影响了操作手感。我个人建议游戏中还是使用 VU 的 Pro 手柄进行游玩比较不错。本作的时间线发生在《生化危机4》以及《生化危机5》之间，玩家将扮演吉尔与克里斯，寻找 T 病毒的真相。故事设定场景是在一艘豪华游轮上，所以场景可能会有些重复。这些小毛病都是因为当初独占 3DS 所造成的妥协，实际游玩下来其实无伤大雅。本作的强化一直相当走心，如果你恰巧是一名恐怖游戏的爱好者，并且是《生化危机》系列的粉丝，那么本作一定是你不容错过的一款精品。我个人很可惜的一点是，《生化危机启示录2》并没有移植到 VU 平台上，但最后《启示录2》登陆 Switch 平台，也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吧。那么这边依旧是给出了0到10分。不知道你对这款经过强化版的《生化危机启示录》有着怎样的评价和见解，以及你会给《生化危机启示录 HD》打出多少的高分呢？本期最后一款游戏《特斯拉学徒》，这款游戏大家可能没怎么听说过，这款第三方独立游戏确确实实有着不错的水准，这也正是我推荐它的原因。那么本作也是已经登陆全平台，包括 PSV 以及安卓 iOS 系统。游戏主要的内容就是少年逃离国王追捕的一个过程，我们的主要敌人就是士兵以及国王。游戏是一个2D 平台跳跃的玩法，并且伴随着一些精妙的解谜。游戏本身的素质相当不错，多个图层带来景深效果，让这款2D 游戏的表现力非同凡响。很多场景都渲染的十分到位，在一些场景中躲藏着的警卫以及国王，会时不时的给我们来一点小惊喜。本作其实你在哪个平台玩都差不多，不过由于 VU 可以助掌机无缝切换，有可能一时兴起想在大屏幕上游玩本作，只需要触碰一下 VU Pad 就可以达到画面切换了。本作无论是从画风、配乐以及游戏布局都非常讨喜，无论你是在哪个平台都非常推荐来体验一下。本作终究只是个独立游戏，体量较少，但是短小精悍，内容却非常不错，算是我们现在很少能看到的2D 精品。本作的乐趣也只有你们玩过才知道，这边也就不多说了。本作属于独立游戏，也希望大家不要用太过苛刻的眼光去评判。那么最后我们这边也是给出了0到10分，请大家把特斯拉学徒在你心目中打分打在公屏上，并且说出一些你的看法，以供大家参考分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应该我已经开学了，所以视频的时长也会有一定的下滑，希望大家理解一下。那么也是在这边求一个3连以及关注，有了你们的关注，我才有更多的动力去做这个系列视频。那么我的这个系列会拓展到各种平台，不只是掌机，主机也会有的。好的，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不要忘了一键3连哦。